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民间故事：寡妇家的公牛销售。阿婆道破，隔壁老汉干的好事。明朝万历年间，江南的某个角落坐落着一个小村庄，那里的风景如画，溪水潺潺，稻田绵延。村庄的人们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，他们以种植水稻为生。虽然生活清贫，但那份淳朴和满足让这片土地充满了和谐与安宁。村庄里有一户特别的人家，寡妇李氏和她的儿子相依为命。李氏的丈夫在早年不幸因瘟疫离世，留下他们孤儿寡母，面对生活的艰辛。然而，李氏并未被命运击垮，她凭借着坚韧和毅力，用一头公牛和1亩3分地支撑起了一个家。那头公牛是村里最引人注目的一头，它的身体壮硕，肌肉结实，毛发油亮。它不仅能在田间耕地，还能帮助李氏拉车运送重物，是李氏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李氏对公牛倾注了所有的关爱，他每天都会为它准备新鲜的草料，细心地擦洗它的身体，让它感到舒适和温暖。公牛对李氏的照顾也心存感激，每当看到李氏走近，它都会欢快地摇摇尾巴，发出深沉而满足的叫声。这种默契和信任，让李氏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。在李氏的精心照料下，稻田里的水稻长势喜人，一片绿油油的景象，让人心生欢喜。每当收获的季节到来，李氏都会带着儿子一起收割稻谷。虽然辛苦，但那份丰收的喜悦让一切都变得值得。在村庄的深处，有一个老汉，名叫王二，他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和恶霸。他整天游手好闲，不思劳作，却总想着如何从村民身上榨取好处。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狡黠的笑容，但那笑容背后却隐藏着阴险和冷酷。王二有一头母牛，那是他唯一的财产，但他对母牛的态度却极其恶劣。他从不为母牛提供足够的饲料和清水，只是简单的把它拴在一棵枯萎的大树下，任由它忍受着饥饿和干渴。在王二的虐待下，母牛的身体日渐消瘦，原本丰腴的体态变得皮包骨头，连叫声都显得低沉而无力。然而，王二对村里的李氏和他的公牛却产生了嫉妒之心。他看到李氏的公牛健壮有力，能够帮助他耕田拉车，心中便充满了不平。他开始盘算着如何将这头公牛据为己有。一天，王二找到了李氏，满脸堆笑的提出要用他的母牛换他的公牛。李氏一看王二的母牛那瘦弱不堪的样子，立刻就摇了摇头，表示拒绝。王二见状，又提出加上100两银子来交换，但李氏仍然不为所动。王二见李氏不肯让步，顿时恼羞成怒，他威胁李氏说，如果他不答应交换，他就要找人把他的公牛偷走或者害死。李氏听了这话，愤怒地瞪着王二，大声骂他是个无耻之徒，让他滚出他的家门。王二在李氏的怒斥下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王二被李氏骂得狗血淋头，气得要命，就想了一个歪主意，要让李氏后悔。他每天晚上等李氏睡觉后，就偷偷地把他的公牛牵走，带到他家的后院，让他和他的母牛交配。他想，这样一来，他的母牛就能生出好牛犊，而李氏的公牛就会因为精力耗尽而变得虚弱。他还打算等李氏的公牛死了，再去抢走他的地和房子，甚至他和他的儿子都要让他玩弄。王二这样做了1个多月，李氏的公牛果然日渐消瘦，原本光滑的毛发也变得干枯，眼睛也失去了神采。李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觉得很奇怪，
他以为是公牛生了什么病，就请来了村里的兽医给他看看。兽医检查了一番，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只是建议李氏多给公牛补充一些营养，让他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要让他干重活。李氏按照兽医的话做了，但公牛的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差。李氏很着急，他怕失去了公牛，就会失去了生活的希望。他每天都给公牛上香，祈求上天保佑他能恢复健康。村里有一个老阿婆，名叫张氏，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也是个聪明能干的人。她对村里的事情都很了解，也很关心村里的人。她看到李氏的公牛变得这样，就觉得很可怜，就去找李氏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李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还说了王二曾经找他换牛的事情。张阿婆听了就恍然大悟，说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这是王二干的好事，他一定是每天晚上偷偷把你的公牛牵走，让他和他的母牛交配，这样你的公牛就会被他耗尽了精力，而他的母牛就会生出好牛犊。你不信，你今晚就去看看，你一定会发现真相的。李氏听了张阿婆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决定今晚去查看一下。他等到天黑后，就偷偷地跟着王二，果然看到他把他的公牛牵走了。他悄悄地跟在后面，看到王二把公牛带到了他家的后院，和他的母牛放在一起。他看到公牛和母牛交配的情景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冲上去把王二打个半死。他忍住了怒火，回到了自己的家，想了一个办法，要让王二吃苦头。李氏早早地起了床，把公牛牵到了村口的一棵大槐树下，用一根粗绳子把它拴住，然后就坐在旁边等着王二出现。不一会儿，王二就来了。他一看到李氏的公牛，就眼睛发亮，心想今天真是走运，李氏居然把公牛放在这里，这不是给他送上门的吗？他就走过去对李氏说，李寡妇，你这头公牛真是好啊，你不如把它卖给我吧，我给你10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李氏听了心里暗笑，他故意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，说，王二，你这话说得不错，我这头公牛确实是好，但是我也舍不得呀，他可是我家的顶梁柱，没有他，我和我儿子怎么活呢？王二见李氏有动摇的迹象，就趁机加大诱惑，说，李寡妇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卖了公牛就有了钱，你可以买别的东西，或者找个好人家再嫁，你和你儿子的日子就会更好。你看，我这里有100两银子，都是真金白银，你拿去吧，就当是我对你的一片心意。说着，他就从怀里掏出1袋银子，晃了晃，发出叮当的声音。李氏看到银子，就装作很心动，说，王二，你真是个大方的人，你给的价钱我很满意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我，才能把公牛带走。王二一听，心想这个条件应该不难，只要能得到公牛，他什么都愿意答应。他就问，什么条件？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李氏说，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要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亲亲我的公牛，然后说一声我爱你，你能做到吗？王二一听，顿时傻了眼，他想这个条件太荒唐了，让他亲一头牛还要说我爱你，这不是让他丢尽了面子吗？他怎么可能答应？但是他又想，如果不答应就得不到公牛，他的计划就会落空。他的心又犹豫了。他看了看周围，发现已经有不少村民围了过来，都是被李氏的话吸引的。他们都用好奇、惊讶、嘲笑的眼神看着他，等着他的回答。王二觉得很难堪，他想，如果他答应了，
就会被这些人笑话；如果他不答应，就会被这些人鄙视。他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张阿婆走了过来，她拍了拍王二的肩膀，说：“王二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快点答应李寡妇的条件吧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不要错过了。你想想，你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把她的公牛牵走，让她和你的母牛交配，你不是很爱她吗？你不是很想得到她吗？你现在不就是为了她才来找李寡妇的吗？你既然这么爱她，就应该大胆地表达出来，让她知道你的心意，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心意，这样你才能得到她的真心，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。你快点亲亲她，说一声我爱你，这样你就能把她带走了，多好啊！”张阿婆说完就哈哈大笑，周围的村民也都跟着笑了起来。他们都知道张阿婆是在揭穿王二的恶行，让他无地自容。王二听了张阿婆的话，脸色变得惨白。他终于明白了李氏的用意，他是故意设了一个圈套，要让他自食其果，要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要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就完了。他无力地放下了银子，转身就想逃跑，但是被村民们拦住了。他们都围上来，指着他骂道：“王二，你这个无耻的家伙，你竟然做了这么卑鄙的事！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还有没有廉耻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李寡妇和她的公牛？你简直是个畜生！你不配做人，你应该受到惩罚！”村民们说着，就把王二揪住，拖到了村长的家，要求村长给他一个公道。村长听了村民们的诉说，也很气愤，就下令把王二打了20大板，然后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，赔偿给李氏，还要把他的母牛送给李氏，作为他的公牛的补偿。王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哭喊着求饶，但是没有人理他，他只能任人宰割，最后被赶出了村子，再也不敢回来。李氏得到了王二的财产和母牛，他的生活就变得富裕了。他把钱用来买了更多的地，还请了几个长工帮他种植水稻，他的收入就增加了很多。他的公牛也因为不再被王二骚扰而恢复了健康，他和母牛相处得很好，不久就生了一对可爱的牛犊，李氏的牛群就扩大了。李氏的儿子也长大了，成了一个聪明勤劳的少年。他帮着母亲打理家务，还上了学堂，学了很多知识。李氏为他感到骄傲。李氏的美貌和善良也吸引了不少好人家的儿子来向他求婚。李氏终于在张阿婆的劝说下，答应了一个品德高尚、家境富裕，又对他和他儿子好的青年，和他结了婚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